在今年2月份，要说俄军前线哪个部队最活跃呢？大兵觉得是俄军第155海军步兵旅。那哪个部队最不活跃呢？还是第155海军步兵旅。该旅在猛攻煤矿城镇乌格列达尔时被全歼了，而这已经是该旅第3次被全灭了。那么当时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该旅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俄罗斯在进行军改之后呢，保留下来的陆军部队规模并不大，再加上俄军合同兵的数量有限，义务兵由于限制不能出国参战等因素，使得俄军在俄乌战争期间实际能出动的地面作战兵力不会太多。在对乌作战的第一阶段，俄军投入的100多个营级战斗群已经是当时能够抽出的最强阵容了。当然，为了凑齐这一阵容，只依靠陆军肯定是不行的，因此俄空降军和各大舰队的海军步兵也是尽数出动。而海军步兵第155旅便是隶属于俄太平洋舰队，前身是著名的海军步兵第55师。在改制为旅后呢，多次更换武器装备，并且充实部队建制，可以说是俄军中的精锐部队了。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该旅不远万里参与了基辅方向的战事，并于前年3月28号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禁卫军的荣誉，可见战绩还是不错的。后来呢，从俄军自基辅方向撤退后，开始向顿巴斯重新部署军力，第155旅便被调往了马里乌波尔，参与了马城攻坚战的收尾阶段。在马里乌波尔战役结束后呢，该旅又被调遣部署到了顿涅茨克中部战线，长期担负防御任务，期间表现还算不错。不过在长期的阵地守备战中呢，仅仅依靠合同兵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作战人员的缺口，俄军当时的举措呢是组建志愿单位。到了2022年中期，俄滨海边疆区组建了老虎志愿营，该营主要吸收退役老兵，并在经受考核训练后被派往战区，其中一部分作为第155旅的补充。但即使是这样，该旅的人员也是入不敷出。在俄乌战争的第一阶段，第155旅就遭遇了第一次惨败。该旅在伊尔平和布查地区被击溃，由于当时补给线被乌军切断，第155旅在丢弃了大部分武器装备后，只剩残部退回了白俄罗斯境内。之后，为了保留部队番号，重新招募士兵，恢复了建制。而第二次惨败则是在乌东顿涅茨克附近，期间遭受了乌军炮火的精准打击，人员和装备几乎损失殆尽。关于第二次惨败，在22年11月期间，俄罗斯电报频道曾经公开了第155旅的士兵来信，内容显示，俄军新任司令官为了在短时间内建立战功，命令前线的2个旅持续猛攻位于顿涅茨克的乌军阵地帕夫利夫卡，而这2个旅呢，正是第155海兵旅和第40海兵旅。当时在伞兵都已经支援了赫尔松之后呢，这2支海兵旅便成为了顿巴斯地区俄军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在之后持续4天的进攻当中，第155旅却遭受了巨大伤亡。新任战区司令官为了在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上将面前有良好表现，不顾现场环境，要求俄军士兵展开持续进攻。战场上都是齐膝深的烂泥地，而乌军居高临下驻守在高地位置，所以乌军炮兵有着居高打击的绝对优势，不断点名在烂泥里挣扎前进的俄军士兵。同时，俄军装甲车辆前进速度也极为缓慢，这给了乌军更多的射击机会。在乌军后续公开的战场画面中，甚至出现了乌军使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在无人机的引导下摧毁3辆俄军 BMP 步兵战车的画面。这样的进攻根本毫无意义，只能给乌军不断的送战绩。有消息称，在持续的攻击当中，俄军第155旅和第40旅承受了300多人伤亡的代价，另有大量的装甲车辆被摧毁。因此，这次惨败结束之后，幸存的俄军第155旅士兵直接要求派遣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战场情况和真正的伤亡数字，且委员会成员不能来自国防部。由此可见，该旅士兵对于俄国防部是有多么的不信任。经此一战，第155旅人员和装备几乎损失殆尽，只能回国从零组建。而那些被选中进入该旅的士兵，面临的却是更加残酷的结局。在今年2月14号，根据希腊网站的报道，近期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战事依旧十分激烈。
俄军仍然在不断地组织兵力向顿巴斯以南不远的武赫勒达尔进行猛攻，多次对驻守在该阵地的乌军发起冲锋。乌军依靠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击退了俄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都杀红了眼，互不后退。而在进攻武赫勒达尔的俄军里面，作为主力的第155旅发挥着最大作用，在连续多天的战斗中死战不退，伤亡非常惨重。根据乌方的统计，该旅拥有兵员5000人，除了极少人之外呢，大部分已经阵亡受伤，少数幸运儿毫发无伤地做了俘虏。也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爆发的近1年时间里，第155旅第3次全军覆没了。而此次勒达尔惨败，俄军输就输在贸然突进上。第155旅仗着自己坦克多、装甲车多，期间呢想要高速突击乌军阵地，但是乌军早就提前布置了地雷阵，道路两旁安放了大量的智能地雷，令俄军防不胜防。有视频显示，在多辆坦克、装甲车连续触雷的情况下，俄军后续部队却依然想继续前进，最终被纷纷的炸瘫了。在俄军坦克被地雷瘫痪之后呢，乌军埋伏已久的火炮开始发威，莫敏弹、子母弹、神箭制导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由于都是精准弹药，打俄军坦克、装甲车那是一炮一个。而在子母弹的打击下，俄军步兵也是损失惨重，甚至有些装甲司机想要逃离战场，却在情急之下碾压到了正在作战的步兵，也是挺惨的。战后，乌国防军塔夫斯基区联合新闻中心负责人奥列克西向外说道，包括指挥人员在内的大量敌军在顿涅茨克州的武赫勒达尔附近被摧毁。过去的1周内，敌人损失了约130辆装备，其中包括36辆坦克。而在此前2月10号，英国防部在最新的战情简报中指出，俄第155旅的31辆装甲车在对布格列达尔的一次突击中被摧毁或者遗弃，其中包括了15辆坦克和 BMP、MT、LB 等等。后续呢，在俄罗斯网站在2月13号发布的采访中，一名被确认为第155旅第3连成员的男子表示，该部队只有8名成员在袭击中幸存下来，总共可能有多达500名士兵阵亡。那么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一，没有空军和电子战部队支援。前顿涅茨克共和国国防部长伊戈尔就俄军在武赫勒达尔的惨败发表评论称，俄罗斯将军们根本是乱指挥，并且155旅没有空军和电子战部队的支援。他称，似乎过去1年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被我们的将军忽略了，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都被重复了。为了避免雷区，俄军坦克和机动纵队沿着平坦地形上的狭窄道路前进，被驻扎在高层建筑中的乌军部队发射反坦克导弹摧毁。他还说道，所有这些损失结果都是单方面的，乌军就像是在射击场一样射击俄军，我们的战士无法对他们造成反击，毫不费力地守住了防御阵地。其二，准备不充分。根据电报频道灰色区域的披露，俄军之所以进攻武赫勒达尔，其实是俄罗斯国防部为了从瓦格纳那里抢走一些风头而仓促组织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在瓦格纳攻占索莱达尔之后呢，俄国防部随即决定采取一些进攻行动，以此提高国防部将军们的声望。而那些将军们决定在武赫勒达尔进行轻松步行，但缺乏适当的计划，部队协调性很差，缺乏对乌军部队的情报质量，再加上对第155旅在帕夫洛夫卡战斗后必要换防的不妥协态度，这一切得到了著名的将军高等学院的支持。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是进攻行动的失败。不仅如此，俄军进攻前的炮兵准备，由于乌军在高精度炮击和可机动火炮方面的优势，也没有能产生效果。其三，士兵配合不当，情报不足。根据俄军的作战条例，俄军在进攻期间呢，从距接触线5到8公里排成连纵队前进，到接触线2到3公里处改为排纵队，再到接触线不足1公里时，俄军坦克将与步兵战车排成横队对敌军阵地实施冲击。但事实是，战争中俄乌双方坦克的交战距离普遍不到2公里，而且途中接战的俄军坦克炮管明显指向左方，也就是说，俄军判断错了交战方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俄军战前侦察失误，未能提前找到前出的乌军阵地。另外，根据条令，
进攻前应以兵力和侦察单位提前排除从攻击出发点到冲击出发点的障碍，并设置平位分队，以排纵队前进时应当上位接敌，但期间呢，只看到一辆坦克安装了扫雷滚，也就是说，要么俄军战前侦察失误，未能侦察到乌军设置的雷场，要么俄军未能有效地设置平位分队，致使己方完成最后一次战前侦察后，乌军渗透分队钻进来，又布设了地雷，或使乌军使用远程布雷手段，但是俄军未能发现。不仅如此，在俄军炮兵占据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在冲击过程中，炮兵未能压制乌军的炮兵火力，防空分队和电子战呢也没能遏制乌军无人机的侦察。之后没有采取烟雾或者迷茫措施掩护己方分队跃进，导致乌军无人机拍下了俄军战前部队的前出过程。估计这时主攻意图已经被乌军知晓了，随后便针对性地做出了防御措施。而在后续连排级运动时，排纵队前车触雷，后车跟上再触雷，再后车跟上再度触雷的情况发生。考虑到头车是坦克，后面是3辆 BMP 步战车，排指挥员多半呢是在第2辆车上，一排长兼副排长应该是在第3辆车上。明明有机会做出反应，却还是决定冲上去把部队给送了。前头坦克排在雷场前接敌停车，致使3个摩步排跟上来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致使被乌军炮兵部队暴打。而联纵队后队变前队退却时呢，下车步兵直接溃败。可以看出该旅的人员训练非常仓促，素质可想而知。总结来说呢，战前侦察差，战场监视差，过早暴露意图，连排指挥素质低下，部队凝聚力低，再加上作战计划可能是草率定制的，这次惨败也就不难理解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